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真的可以说是最复杂也最容易吵起来的话题之一——反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反犹主义。自从去年10月7号之后，这个议题在全球可以说是吵翻天了。但我们这次不打算加入当下的口水战，而是要往后退一步，深入历史，从源头来看看一个现代常见的迷思，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好的，我们直接切入核心问题，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是所谓的反西安主义，这件事跟反犹主义是一样的吗？这个问题啊，你在西方世界看，哇，那真的是学术界、媒体、街头到处都吵得不可开交。但很有趣的是，在以色列内部，答案却是惊人的一致95%。哇，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根据估计，今天大概有90%到95%的以色列人都坚信一件事：那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骨子里根本就是反犹主义。这基本上已经可以算是以色列的全民共识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这个共识究竟是怎么来的？是一开始就这样，还是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点，我们先来看看目前学术界最主流的一种解释。这个观点认为，所有的转捩点都指向一场关键的战争，那就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他们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这个主流理论的核心是这样，他说，问题不是出在反犹太复国主义本身，而是以色列人自己变了。1967年的六日战争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一场很深刻的身份认同转变，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变了，也因为这样，他们开始把外面的人对以色列的政治反对，通通看成是，这就是冲着我们犹太民族来的古老仇恨。简单讲，是他们内心的视角变了，才把这两种概念给混在一起。但是，如果这个故事只说了一半呢？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思考，也是我们今天真正想探讨的核心了。有没有可能，真正的转捩点其实比大家想的要早得多？而且，推动这一切的根本不是什么内部的心理变化，而是一股很强大的外部力量。要了解这个转变，我们得先倒带回到最一开始，去看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那些创始元老们，他们当初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简单来说，他们当时的观点是，这是一场国家之间的冲突。我们来听听看以色列的国父大卫·本古里安是怎么说的。1939年，英国政府发布了限制犹太人移民的白皮书。他分析说，带来白皮书的不是反犹主义，英国政府跟任何政府一样有它的政治考量。你看哈，他的逻辑非常清楚，他把政治上的反对跟种族上的仇恨切得非常开。他认为英国的决定纯粹是政治算计，为了拉拢阿拉伯人，不是因为他们讨厌犹太人。更有意思的是，就连他的头号死对头右派的领袖杰夫·贾保丁斯基想法都差不多。他在1923年就写过，任何一个在地族群都会将他们的土地视为自己的家园，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让新的主人甚至是新的参与者进来。他基本上是说，你换位思考一下，任何一个地方的原住民看到一群外援进来，他们会高兴吗？当然不会。所以阿拉伯人的敌意在他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民族主义反应，跟反犹主义是两回事。好，所以我们把刚刚讲的重点快速整理一下。早期这些创立者普遍相信，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解决反犹主义这个老问题。他们觉得反犹主义是欧洲的问题，是犹太人没有国家四处流浪才有的问题。只要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这个问题就留在欧洲了。未来如果有任何冲突，那也是国与国之间正常的政绩斗争，不是以前那种莫名其妙的仇恨。所以 Zionism 本身被看作是反犹主义的解药，而不是一个新的攻击目标。OK， 那如果1967年不是起点，真正的引爆点到底是什么时候？接下来的答案
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它不是来自中东，而是来自苏联。如果你正在听，这部分非常值得你笔记。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一系列连锁事件。先是1952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有11个犹太裔的共产党高官被安上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帝国阴谋的罪名，然后就被处决了。接着1953年1月，苏联自己搞了一个医生阴谋案，指控一群顶尖的犹太医生，说他们想毒杀苏联领导人。虽然官方的罪名都是打击犹太复国主义，但你看，被抓、被处决的全都是犹太人。所以以色列的媒体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到了1953年2月，报纸的头条就已经写着“反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太主义现在已经分不开了”。这就带来了一场根本性的思想转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前后的差别。以前觉得这是正常的国家冲突，现在变成反犹太复国主义只是个幌子，是老掉牙的反犹太主义穿上了一件新外套。以前相信 Zionism 是反犹太主义的解药，现在却惊恐地发现，反犹太主义这个幽灵竟然跟着犹太人一起来到了他们的新家。苏联的宣传机器可以说是成功地把反锡安主义这个词变成了一件攻击犹太人的武器。好，了解了这个真正的起点之后，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1967年的六日战争，他的角色就变得很清楚了。他不是那个点火的人，而是那个往火堆上浇汽油的人。他把一个已经在酝酿中的观念彻底的激化了。为什么说它是个放大器呢？有3个层面。第一，是那种快要被灭国的恐惧感。战前周边国家大军集结，公开说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这直接勾起了他们对2战大屠杀的创伤记忆。第二，是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立感，他们觉得全世界都等着看好戏，能靠的只有自己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整个战争的经验，从濒临毁灭到奇迹大胜，这个过程就把一个已经酝酿了15年的想法彻底焊死在以色列人的集体记忆里。这个想法就是，世界对我们的敌意绝对不是政治那么简单。所以你看，当我们把这条历史线拉出来，从1950年代的苏联一路看到1967年的战争，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今天的辩论会是这个样子。很多现在的争议，它的根源其实都埋在过去。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有3个关键 takeaways。第一，一开始 Zionism 的创始者们是把政治反对跟种族仇恨分开看的。第二，真正让这2者混在一起的，不是以色列自己，而是外部力量，也就是1950年代苏联用反锡安包装的反犹运动。第三，1967年的六日战争，它不是起点，而是一个强力的放大器，把这个观念变成了以色列社会的集体共识。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如果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论述，比方说把 Zionism 跟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画上等号的说法，它的 DNA 里面其实藏着当年苏联政治宣传的基因。那我们今天在分析这些争议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多一个不同的视角？这个历史脉络能为我们理解当下的冲突提供什么样的启发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夏修，我们下次见，拜拜。